盒里的宝物就动个不停呢。我看你是做贼心虚，心跳加快，眼睛变花了吧？上次夜袭长风镖局，就是为了这个宝物。莫非你和上次的事有关？既然我被你看见了，我就饶不了你。这婚礼虽然办得仓促，但大家都带着真心的祝福，真让我感动了。是啊，虽然简单，但是温馨。不过，云家那边我们的确失礼了，改天我会亲自走一趟，向云武赔罪。你们两个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郭旭，楚楚，云武也不是个心胸狭窄之人，只要你能幸福，相信他会成全你们的。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居然这么狠心，滥杀无辜！我们要杀了你这大魔头！为了天下太平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得手的！
你这恶魔，东西不是你的，我曾以死相护。今天你要想把东西拿走，必须把命留下。做件事。站住！兄弟，老弟呀，怎么指挥使不在，你就开小差呀？去哪儿了？有位江湖前辈来京城，我去探访啊。哪个江湖前辈啊？曲庆武，你我贵为左右牵事，地位一样，我的事情你就没资格问了吧？老弟呀，你说咱们都离开江湖，投身锦衣卫这么久了，还和那些人来往，这不妥吧？我说你别没事找事儿，在这挑事儿行不行？你私底下就没和那些人来往过吗？装什么装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感情是大人最近把这些重要的差事都交给我了，你眼红了是不是？丁燕山，你别恃宠而骄。屈星武，我告诉你，过去一边双钩是合作无间，但是现在登高爬梯靠的是个人。哼！谁？站住！什么人？看见本座还不下跪？属下参见指挥使。属下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天意，帮他们料理后事吧。过去你还有脸来见我？要不是你把楚楚藏在我这里，如果不是你把翡翠娃娃藏在我这里，这些老实厚道、热心肠的邻居，他们就不会引来横祸，就不会惨死成为刀下亡魂了。还有你也是，都是你们两个自作聪明，想出天底下最烂的主意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两个，王羲之就不会找上门来。那样的话，我跟楚楚就不会假成亲了，也不会因此枉死这么多无辜的冤魂。国旭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，你是罪魁祸首。你骂吧，你继续骂吧。我是人骂，你就应该狠狠地骂我，狠狠地打我，打呀！谁说翡翠娃娃是武林至宝？这么多人为了他把性命都丢了，他根本就是一个不祥之物，只会引来不幸。他根本就是个不祥之物。顺嫂，所有枉死的邻居，是我程天一对不起你们。这笔血债，我程天一会为你们讨回来，我一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你们还清这笔血债。 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！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现在后悔，怨天尤人也来不及了。总之，还是好好想想，我们应该
怎么料理好后事。楚楚他可好点了？不肯吃不肯喝，眼泪就没停过。铁衣也是呆呆地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这次的不幸，对楚楚和铁衣的打击，实在太残酷了。为了得到翡翠娃娃，竟然残害无辜，抓到凶手，非碎尸万段不可。就是碎尸万段，也抵不了他的罪孽。我风平铁衣三人合力都阻挡不了那个凶手，他又蒙着面看不到脸，从兵器招式上也无法判断来路。要不是他突然体力不支，连翡翠娃娃都夺不回来。只可惜还是让他逃了。风平，你是否有新的线索？翁太北。我在北镇古寺赵玉里面跟他交过手，他的武功比我高，可我一掌打过去，他却突然间抵挡不住。对啊，当初天幽帮挟持小财神，我和彩玉亲眼看到温太北挨了天幽帮堂主一刀剑，也是突然招架无力，和昨天的蒙面人情况一样。凶手是温太北。翁太北不惜动用锦衣卫大肆搜捕楚楚，表面上看是为了追讨皇太后的御赐宝物，其目的是想把翡翠娃娃占为己有。可是，这么一个高手，怎么会在突然之间失去功力？这可奇怪了啊！不奇怪，翡翠娃娃原本在小财神的藏宝室里，很有可能温太北已经练过翡翠娃娃之功，只是还未尽全功，小财神就把翡翠娃娃送给了楚楚，所以温太北才会出现突然丧失武功的现象，也才会那么积极的想抢回翡翠娃娃。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彩玉的判断大有可能，翁太北身为锦衣卫的指挥使，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，滥杀无辜，这样丧心病狂的人，应该尽早把他除掉。虽然我们是顺藤摸瓜，看清了翁太北的真面目，可他身为朝廷命官，有北镇抚司的衙门做掩护，很难掀他的底。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有一个人可以。你说的是小鹏王爷？是的，风平，我们立刻去王爷府。可是我是顺天府的捕头，我去不合适，而且我现在要赶紧去找一个人。找谁呀？非得这么急着去啊？天幽帮帮主司马萧带走了胭脂，我必须要找到他。你醒了，你这一觉睡得够久的。哦，可能是昨天打的太累了吧。反正睡醒了，我该回家了。
你的命是少爷救的，就这样走了，没礼貌。你醒了，睡得可好？睡得好才怪，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画面，就差做噩梦了。江湖很险恶，那个场面对你来说确实残忍。残忍？对梅铺那些人来说，才叫残忍。他们又不是江湖中人，为什么让他们白白牺牲性命？那个人简直就是丧尽天良，连猪狗都不如。别激动，天底下本来就不太平，不公道。这件事儿，我一定要讨个公道。你干嘛老是躲在屏风后面说话？见不得人呐！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什么鬼东西？跟我胭脂酒坊的桃花林比，这可差远了。放肆！少爷的话无人能比，天下第一。白儿，别吓着胭脂姑娘。是。你有话直说，我倒很欣赏。一宿没吃，饿了吧？跟我来。请。吃吧。更好吃。不对不对，吃人家的嘴软，平白无故的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。那叫什么宴？鸿门宴。对，就是鸿门宴。突然请我吃饭，不怀好意，肯定有诈。说，到底什么目的？你说呢？我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权，又没钱，又不是什么绝世大美女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上次拿了我的桃花酿，现在准备赔个不是，对不对？如果能喝杯好酒，做一次雅贼，又何妨？胭脂啊胭脂，胭脂桃花酿的滋味，就如桃花出绽，嫣红滴落。哎呀，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老喜欢咬文嚼字，慢条斯理，总是弄得文绉绉的？不就爱喝我的桃花酿吗？那你就直说呗，听了怪你肉麻果真是的。块璞玉。啊？璞玉？璞玉是什么玉啊？不对，我越想越不对。你先是拿了我的桃花酿，昨天在梅铺，你像一阵风似的，嗖的把我救走了。今天又在这儿，请我喝酒吃菜，很不对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干嘛非得这样对我？你是我的座上客，吃穿用我都安排好了，让你宾至如归。什么？你要我住在这儿？那我可不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但却偷了我的酒，咱俩扯平了。再见。少爷留人，从来没有人可以离开的。那是你的少爷，又不是我的，我凭什么听他的呀？少爷的话，
从来没有人敢不听。你说呢，胭脂姑娘？你动不了，不如留下来跟我学两招，让你受用无穷。该会的我都会了。再说学也不跟你学呀。有一招叫以心传心，心心相印，你肯定没学过。我有喜欢的人和我心心相印，用不着你教。俗话说得好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嘿，你个小白脸，想让我变心呐？你休想！顺天府捕头风平，这间客栈我们家少爷已经包了，请你出去。哎，那正好，风平，我们走。不行，他走，你留下。凭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可就是我喜欢的人，人家是来接我走的。承让。昨天一战，你救了胭脂，风平感激不尽。天幽帮帮主果然身手不凡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大魔头啊！胡说，少爷风采翩翩，仙风道骨。谢谢司马帮主对胭脂的照顾，打扰了，先走了。不急，我这个人很好客。想留胭脂姑娘多住2天。交人交心，交树交根，朋友以诚相待最可贵。司马帮主这么盛情，我替胭脂谢谢你，改天定当登门拜访。走。不准走！孩儿，帮主，这风平太狂妄放肆了，眼珠子长斜了，那么没有分寸的丫头，他也看得上。在我身边，少说口是心非的话。数箭齐发，件件都置人于死地。你好大的火箭！是谁惹了你？是翁太北这个杀人魔王。就在面前，我就可以用这张弓射穿他丧尽天良的那颗心。刚才你说凶手是蒙着面，怎么又说是翁太北？这指控非同小可，可有证据？昨晚凶手突然失去武功。上回风平关在北镇抚司赵玉，翁太北和他交手的时候，也是突然武功尽失。这种异于常人的情况，很难是巧合，足以推断是同一个人。小胖王爷，你想了解详情，可以找风平亲自一问。小胖王爷，
口说无凭。若你说翁太北是杀人凶手，也要有确凿的证据，要不然不可轻举妄动。就是事情棘手，我才想请你出手相助。翁太北是朝廷的重臣，他为了满足私欲，不择手段，把平民百姓的生命视同草芥，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，是国之隐忧，国之大患。你要我别轻举妄动，难道你是想坐视不管吗？过去几次小鹏王爷都挺身相助，这回难道是忌惮翁太北的仇中势力，是怕麻烦上身吗？不再为难小鹏王爷了，告辞。舍不得硬干，做不得硬汉，仅因为指挥使滥杀无辜百姓，哼！我这个做小王爷的，可以不闻不问吗？启禀大人，这是新12黑鹰卫士的名册。禀大人，小鹏王爷来访。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我刚好路过，所以就来此看看。翁大人麾下看来都是高手啊！啊，这些人都是全国各地挑出来的精英，加入锦衣卫，为我大明所用。个个都很精壮。哎，本王要看看你们的效忠。来，呼口号！绝对服从，以死相训。退下。要你们退下，你们不退，光看指挥使的脸色，没有听到本王的命令吗？说不说你？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老弟啊，你少受点皮肉之苦就招了吧。招个屁！住手！我不是蒙面人，我不是凶手，是他陷害我的，是他陷害我的，是他阴叛胡元冤枉我的。你说咱们一边双钩，比亲兄弟还亲，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眼睛给挖出来，没看见你做的那些脏事儿啊！呸！你少在这毛哭耗子！你就是想设计除掉我！你们都听听，你们都听听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啊！曲醒武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还在这里冤枉我，冤枉我！启禀左佥使，这是搜到的证物，哪儿搜到的？在丁右佥使的床下。你不会再说我诬赖你了吧？大人，
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，大人！大人，你受冤屈我知道，可是现在证据确凿，我只有公事公办了。我已经解了套，只是现在要牺牲你。你是我的心腹，是左右手，有点舍不得。左卿士，大人，小的一定做牛做马侍奉大人。小的一定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该说的绝对不乱说。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。左卿士，他家里有多少人？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，还有侧室，一共11口人。左卿士，说的可对啊。都查得清清楚楚了，何必还问我？丁彦山，大人心思缜密，设想周全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肯替我去死，我会为你善后的。你那一家子人不愁没人照顾，相反，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去做，你的家人也不得好活。大人，老弟啊，这人证物证俱在，这个罪可是无法开脱。不如实际点，替你那一家子人着想，啊？哎。招供了，服务队在近吗？啊？报应啊！这是我的报应啊！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们的报应也会来的。翁太北，许修武，我在地狱等着你们，等着你们！等着！大人，死了。死得好，就将夜袭镖局一事，当是右监事假借大小姐的名义干的，两案合并，和这个案子一并了结。属下遵命。少郡主，小鹏王爷的信写了什么？翁太北把丁彦山画押的供状，已经上呈给了小鹏王爷。这件事情，他找了个冤死鬼顶替了。这个翁太北，他杀人栽赃罪加一等，连小鹏王爷都没辙，干脆就让我豁出这条命去刺杀翁太北。那天几个人都不行，就你一个人，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我可以抓住翁太北的漏洞，然后趁他失去功力的那一刻下手。但是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功力什么时候会消失？别气昏头了。
我倒是认为，现在却是我们护送楚楚和翡翠娃娃去云家庄的最好时机。现在正在浪头上，出去是铤而走险啊！不会，正好相反。蒙太北这次犯了这么大的差错，再加上有小鹏王爷盯着他一时不敢蠢蠢欲动，所以我才说这是去云家庄的最好时机。我赞成。浪头越大，冲得越高，顺势而为，可将危机化为转机。楚楚一直盼望着能够去救云母和乡亲父老，这件事情不能再拖。可是我们这么多人，要怎么避人耳目护送翡翠娃娃出去呢？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如果需要帮忙，我会尽力。但以这种方式出标，还是会有风险。你自己小心点。我会带彩玉一起去，免得她一个人留下来不安全。至于胭脂，请你多照顾她。即使你不交代，我也会这么做。走这趟镖，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回得来回不来还很难说。所以，请你告诉胭脂，让她别等我。这句话，你自己跟她说。我很没用，我怕看见她伤心的样子。胭脂的肩膀上刺着你的血手印，这是一辈子的。如果你这次不回来，她会等你一辈子到老死。风平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这个时候来这儿，只有你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天幽帮的帮主，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唉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在你的眼里，只有好人和坏人吗？你也骂过我是个坏人呢。你这个人一向心胸挺宽阔的，怎么我一时气话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好了，听你的，抛到九霄云外，忘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我更正啊，你在我心中那可是跟郭旭一样，都是好人。说吧，这么晚来肯定有事，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要是坏消息，我可不想听。你这个人呢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喜欢听坏消息的吗？唉，可是最近坏消息太多，听怕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郭旭要护送楚楚还有翡翠娃娃出城，这趟镖是真的。好吧，留在京城也不安全，还是送回云家庄的好。那郭旭走了，他……你想知道彩玉这趟去不去，是吗？不说算了。郭旭去出镖，把彩玉留在京城，随时会出岔子。郭旭肯定会担心的，还是带他走的好。那他们几时会离开？收拾好就走，应该很快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啊，这么快？
大伙忙着准备，你却在屋里发愣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你真的不去跟胭脂道别吗？他听到我要离开，不晓得又会冲动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他是真的喜欢你，他整颗心装的都是你。就是这样，我才不要他牵挂我。你以为你一走了之，连个告别都没有，这样胭脂就不牵挂了吗？难道你这样留下遗憾给他吗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都快要走了，突然说这样的话，万一我真的回不来了，我已经拜托风平兄好好照顾胭脂了。我不想，你也别想了。快要上路了，收拾一下东西吧。我先走了。爷爷，有可能现在您已经是天上的一位神仙了吧？那您出游到哪儿了？还是一直在天上看着我，保护着我？您知道吗？我开的那家酒坊啊，生意可好了，还有桃花酿，大家都特别喜欢。我每天可高兴了，就像在桃花村啊住着的时候一样。每天快乐的就像小鸟一样，叽叽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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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骗你的，我特别不开心。郭旭要走了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。我记得以前，我老是想他，念叨他，你还因为这个老是骂我。后来您走了，我又为了他去了京城。爷爷，您最了解我的个性，您不会怪我这个小丫头不听话的，对吗？郭旭这次出镖，彩玉也跟着去。我知道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定了娃娃亲。我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，我这样不好，可我没有办法。我喜欢郭旭，喜欢的无法自拔，喜欢到都无法控制怎么让自己不喜欢。我慌乱、茫然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这心里从来没有这么烦过。我到底去不去呢？去了，会让郭旭为难；不去，不去，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能帮帮我吗？啊！去，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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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不去。
捕头，好歹也是个官儿嘛，怎么住得这么寒酸呢？我只是个小捕头，吃公家的，吃不饱饿不死，能有这样一个地方遮风挡雨，已经不错了。不过我爷爷说过，这两袖清风是好官儿，脑满肠肥是贪官儿。你是个好官儿。你来这儿，不是跟我谈为官之道的吧？唉，看你这小屋，我总算明白了。一个人打着光棍儿，住在这小屋里，又没人照顾，又没人做饭，是够冷清的，够可怜的。哎，铁一为什么和楚楚没待几天，心就飞他那儿去了？我看呐，他肯定是一个人待久了。虽然是假成亲，但是啊，他心里肯定把楚楚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媳妇儿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个人作伴儿总是好的嘛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见过你有这么多感触的。我在爷爷的坟前决定了，我要跟郭旭去走镖，所以特来向你告别。真的要去啊？给爷爷上香的时候，爷爷的坟前有很多桃花，我数着花朵，去，不去，去，不去，最后是去。看，这是天意吧？不过，想想翡翠娃娃的各门各派都虎视眈眈，这一路会很危险。就是危险，我才更应该去。如果有人劫镖，我可以帮他抵挡。只是这样打打杀杀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这个酒壶是爷爷留给我的，我把它送给你，就当给我的哥们儿一个念想。我还给你带了一坛桃花酿。如果你想我了，想我和郭旭了，你可以喝喝酒，解解闷儿。虽然是有些冷清，但你可以想象啊，你就想象我和郭旭都在，就像咱们仨一块儿喝桃花酿一样。我得当差，送不了你。你想说什么？直说吧。你要好好保重，我等你，还有郭旭回来。是啊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已经找到一个好媳妇儿，给我找一个好嫂子。你想我们的时候，就多喝几杯。我走了。刘爷，沿路打点的饭馆和驿站，我已让老刘亲自去安排了。好啊，这次出镖人员要精简，能少带的身外之物尽量少带。好，六爷、侯叔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差不多了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上次媒人给彩玉送的彩礼。刚才媒人又特意来要我回话，希望我们尽早给答复。我们都快要出发走镖了，哪有心思去谈彩玉的婚事？麻烦六爷就跟他们说暂时搁置吧。
说我答应了。六叔，请您以我哥的名义回个礼给对方，说我们已经答应这门亲事，成亲之日越快越好。彩玉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彩玉，六叔和侯叔都被你吓到了，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突然呢？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，我不准你如此仓促就做决定。哥，对方人品家世都很好，如今已经是第4次提亲了，可见对方很有诚意。我嫁过去不会委屈的。难道你不希望我有个好归宿吗？就这样吧。彩玉，我们兄妹俩自幼就没有父母照顾，我当然希望你有个好归宿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大哥才希望你不要这么草率地做决定。你放心，我都想清楚了。那郭旭呢？你从小时候起就喜欢郭旭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。哥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做哥的当然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。可是你做这个决定，根本就是违背了自己的心愿，又怎么可能幸福呢？天下又有多少男男女女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？难怪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美丽哀愁的爱情，让人感动回肠。哥，你和楚楚不是也如此吗？楚楚相见恨晚，无奈终究还是无法在一起。因此我看明白了，缘分无法强求，与其得不到徒留伤痛，还不如挥剑斩情丝。理性处理正是我程彩玉的强项。彩玉，哥，你放心吧，对方是正派人家，嫁过去我一定会幸福，一定会开心。难道你对我没有信心吗？谁要是娶了我的妹妹，谁就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。哥，笑一个。你看，你妹妹要出嫁了，难道哥哥不开心吗？怎么了？哎呦，风爷啊！胭脂呢？一早就收拾了包袱，给我们留点散碎银子，自己走镖去了。胭脂姑娘被郭少爷骗走，她不要我们了。风爷，您知道胭脂姑娘出远门了吗？昨天她来跟我道别了。那你知道她还回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3个不是老说等赚了钱要回老家看爹娘的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你们就回老家跟他们聚一聚。你们这些日子也够努力了，现在可以抬着头挺着胸回老家了。那风爷您呢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留在这里继续当我的捕头。这样也好啊，至少我们再次回到京城，还有风爷您在。这是一定的。再说，我也得帮胭脂好好的看着这酒坊。到时候要是胭脂姑娘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通知我们3个，到时候我们一定还要再回来，再把这里打理的和以前一样红红火火。好。
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。风爷，如果胭脂姑娘回来的话，请你一定要通知我们。一定。风爷，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。明天就要送翡翠娃娃去银家庄了。这次出镖和上次的心情完全不同，感觉肩上的担子格外的沉重。那你肩上的担子可以轻一点了，因为彩玉不去，她要嫁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彩玉不去，她要嫁人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就不会？你以为她一定得守着镖局，守着你，每天帮你打里里外，无止境的期待你给她一个答案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大可以告诉你，整个京城看中彩玉的人不知有多少，更加不用说登门求亲的了。偏偏她就喜欢你这个家伙，我真是搞不懂。提，那彩玉呢？你还要找她做什么？除非你已经有了答案，否则不准你去打扰她。或许，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。今天我是作为彩玉的哥哥，不是作为你兄弟跟你说话。提，你冷静点啊！从小到大，彩玉的眼里就只有你，她对你一往情深。我相信这点你不会不知道。这些年你没有任何交代，彩玉的青春白白浪费了。提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有没有。彩玉她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帮你打点镖局，四处奔波。虽然并没有妻子的名分，但是妻子该做的她全都做了，不是吗？这些我都知道。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要让她空等？如果你对彩玉没有那份心，大可以把话跟她说清楚。要说清楚，谈何容易？那我问你，是不是因为胭脂的出现，让你见异思迁了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难道是那样的人吗？铁一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该去向彩玉解释，而不是我。以前的我根本不懂感情为何物，直到我遇见了楚楚，才知情不由人，才知道那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最折磨人了。我不希望自己的妹妹也承受这样的痛苦。难道你想让我娶彩玉为妻？我并不是有意向你逼婚，但你的犹豫只会带给彩玉更大的痛苦。如果彩玉真的想嫁人的话，只要她能够幸福，我是绝对不会阻止的。提，你知道我跟你一样关心彩玉的未来。彩玉的未来其实就记在你的身上，知道吗？或许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提，好家伙，我还没为你送行，你倒先来辞行。小彭王爷一驾镖局为我送行，那得多大阵仗？那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。
谢了。得了，你是怕我去了太招摇。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郭旭要走镖了。上回虚晃一枪，这回来真格的了。再走假镖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江湖骗子了？有什么事情，你尽管说。这次和上次不同，要护送云三的棺木回家乡，所以一切要从简，免得引人注意。的确，树大招风，是该谨慎。你这次护送云三回家，最主要的还是翡翠娃娃吧？不敢瞒过小鹏王爷。你继承祖业，任重道远呐。以前的我认为保镖不过是拿人钱财、替人消灾、为钱卖命罢了。可是，自从我得知翡翠娃娃可以救人性命的时候，我对保镖就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其实“保镖”这2个字挺有意义的。普天下，男人保护女人，父母保护儿女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做官的保护黎民百姓，为将者保疆卫土，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保镖。看来翁太北为官不仁不义，给了您不小的刺激。今后，不管皇上指派什么任务，郭旭相信您都会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王爷。冲你这句话，我送你一份礼。来人呐，把信鸽拿上来。是王爷。这是一只碧血鸽，意思是，即使你翱翔飞到千里，飞到吐血，也会飞回原来的地方。碧血鸽听说过，倒是头一次见。这只是我专门训练的鸽子，只训练出5只。你一路上危险重重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放鸽子回来。小鹏王爷的盛情，郭旭收下了。睡着了。孩子他爹该出门了。没事没事。媳妇儿，这是我过世的娘留给我的信物。原本以为我不会有后，没想到我有儿子。可惜我过世的娘没有福分看到她的孙子。我把它留给儿子，也告慰他我们老商家有后了。来，给他戴上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孩子的。媳妇儿啊，难为你了，年纪轻轻就嫁到我们家，没享到一点福。我答应你，走完这趟镖，我一定回来请辞，让你跟孩子我们一家3口过简单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回来。好好好。走吧。那我走了。终于要送云三哥回家了。要麻烦铁一哥和各位了。
这趟得离家好些日子，六叔肯定舍不得六嫂还有孩子。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吧。哎，你看，六叔，您和六婶的恩爱话说完了？都老夫老妻了。六叔啊，小别胜新婚，等这趟回来，说不定你跟六嫂再添个胖儿子呢。侯叔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哦，不是的，只是奇怪，怎么还不见胭脂姑娘？胭脂姑娘，胭脂姑娘以前老是爱黏着少局长。今天咱们出镖了，她应该来送送啊。他不会来的，我没向他辞行。既然没什么事，就不要耽误时间，我们该出发了。你还等什么？没有。出发！出发！干什么？骑兵指挥使，郭旭已经出城，护送云三的棺木回乡。这出了城，天高皇帝远，萧鹏王爷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奈何不了咱们了。这就是你没看透了。虽然他年纪轻轻，可几次交手，我并未占过上风。这小鹏王爷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大人，这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翡翠娃娃，若是咱们不动手，这翡翠娃娃可就落入他人手上了。
如今小鹏王爷已经盯上了咱们锦衣卫，而梅铺又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眼下暂时我不便亲自出马。大人，卑职在城楼上看到七星堡，这出了城，伺机而动的人更多了。哼，唐门、天幽帮、七星堡、水火二湖，哼，简直混账！好，咱们既然动不了郭旭和长风镖局，就把那些江湖上的匪类全部抓起来。我看还有谁敢跟我抢翡翠娃娃？卑职有个主意，不知道好不好？少局主，我们走了大半天了，是不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？啊，现在不行，等天黑了找个客栈，到时候再休息吧。好，知道了。这，上一回你走走停停的，这回倒是一路不喘气。上回玩假的，走走停停没什么影响，可这回的我们可得快马加鞭了。你可总算是认真起来了。我一直都很认真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楚楚，我们得要等天黑了才能歇息，你还行吗？没问题，只要能早点回到云家庄，辛苦点没事。要是累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只记得关心楚楚，你忘了彩玉也在车里吗？你不让彩玉嫁给其他人，那关心她就是你的事了。这，小二，给钱。哎，来了。谢谢客官，您慢走。哟，这不是七星堡的朱堡主吗？这是赶着去投胎呢，还是赶着去打劫啊？少废话，让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翡翠娃娃是我们的了。有时间在这边叫阵，不如各凭本事。翡翠娃娃落入谁手还不知道呢。会叫的狗啊，不咬人。叫了半天也没人听懂在叫什么。也好，打长风镖局之前，先拿你们这些纸老虎开刀。模糊法，速战速决。是，别影响我吃饭。小二，来一碗打卤面，2斤牛肉，1壶酒，快点！是。这里已经被锦衣卫包围了，放下你们手上的武器，束手就擒吧。
了七星堡的人能走，却拦着不让我们离开。你们江湖上不是有规矩吗？不对付手无寸铁之人。既然你们不识相，我又何必给你们留情面？你们这些锦衣卫不去做该做的事情，来这荒郊野外干什么？哼！近来京城帮派猖獗，曲某就是来肃清你们这些江湖败类的。来人呐，通通拿下！是。押回去。启禀大人，左千是把人押来了。带上来。是，带上来。过去。温太北，跪下。温太北，天幽帮和你们锦衣卫素无瓜葛，为何抓我来此？荆棘之地，你们这些帮派啊，争勇斗狠，扰乱治安。本座身为朝廷命官，有责任肃清乱源，保证京城的稳定安全。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说吧，劳师动众，押我到此，有何目的？带走。走。丁彦山在锦衣卫卧底多年，却突然断送了性命，是为天幽帮的一大损失啊！血洗梅铺那天，丁彦山明明在此向帮主报告了锦衣卫和温太北的情况，却莫名扛下杀人罪名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必定是有人嫁祸于他，要他顶罪。属下莫虎求见帮主。启禀帮主，纵护法被锦衣卫抓走了。别不服气，就算你们天幽帮在江湖上横着走，见了咱们锦衣卫还得低头。或许你该后悔呀，没像我一样投身锦衣卫。狗仗人势，呸！天幽帮来了。在那儿，帮主。帮人。帮主，属下非战之罪，请帮主恕罪。起了吧。是帮主。指挥使已等候多时，请。
司马帮主，听闻帮主喜好游山玩水，故选此宜人之处，邀帮主共赏美景，你看如何？指挥使公务繁忙，今日邀我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欣赏美景吧？司马帮主真是爽快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直说。眼下江湖上多路人马，为了江湖宝物翡翠娃娃，你争我夺，打斗不止。就是你们天幽帮，也意在于此吧。经过今日之事，可见贵帮的总护法的功夫再高强，可遇到我们锦衣卫也无用武之地啊。不如这样，天幽帮和我们锦衣卫合作，共同争夺翡翠娃娃，你说如何？哼，指挥使呼风唤雨，一声令下，翡翠娃娃自当垂手可得，何必和我江湖帮派牵扯？再说，众人想要得到翡翠娃娃，无非是想要得到其中的盖世绝功。届时得到翡翠娃娃，只有一个人能够称霸天下。那个人是你翁太北，还是我司马萧？你是江湖中人，当然是你称霸武林了。指挥使不可能别无所图。想要什么？请说吧。身为朝廷锦衣卫的指挥使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铲除江湖上的黑道；反之，也可以暗中帮助你们。指挥使的意思是？意思很简单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们任何帮派都得不到翡翠娃娃。我说，司马帮主啊，如果你能得到翡翠娃娃，练成神功，就可以独霸武林，而我则掌国之法统。到时候，黑白联盟，谁与争锋啊？我司马萧不喜欢占人便宜。等夺得翡翠娃娃之后，我们俩再一决死战。到时候，赢的人即可拥有翡翠娃娃，如何？司马帮主真的是人如其名，潇洒爽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帮主，你怎么能和翁太北这老贼达成协议，共取翡翠娃娃？这岂不是割肉喂鹰，与虎谋皮吗？堂堂指挥使亲自开口，我能拒绝吗？帮主，这么轻易妥协，可不像你的作风啊！哼，要不是那天你和七星堡的人打起来，给了翁太北整肃的借口，我能妥协吗？帮主，这一切都是莫护法冲动行事，才给对方抓住了起冲突的口实。堂堂总护法，连自己的属下都管不了了，以后怎么来接帮主之位？帮主，这一定是翁太北之前设好的圈套，给人可乘之机，愚蠢之极。这是给你的惩罚，退下。是。帮主息怒，恕白儿直言。白儿认为，翁太北要合作取得翡翠娃娃，居心叵测。我知道，那天血洗
梅铺的凶手就是翁太北。那双充满魔性的眼睛，我过目不忘。你飞丁眼山那天回去，不巧正好碰见了翁太北，故他杀了丁眼山，造成其顶罪的假象，为的是杀人灭口。有可能。可是以翁太北的武功和地位，要得到翡翠娃娃并不是件难事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天我和翁太北过手，他竟然不提。这个人的武功有缺陷。如果翁太北的武功有致命弱点，那他是想借帮主之力，替他得到翡翠娃娃。白儿还是不解，他的武功为何有致命弱点？这难道跟翡翠娃娃有关？这正是我想要弄明白的地方。当年你爹和我爹走镖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，远离家乡，望着月，想着家？怎么了？本来呢，我还以为我只能当个在家里等待的那个人，没想到可以跟你们一起走镖，第一次亲身体验你爹和我爹那时候的心情。是啊。我想他们那时候也是长沙万里，望月思乡。回首来路，亲人何在？我哥呢？铁一硬把守夜的工作给抢走了。初初也歇着了，可我睡不着，因为今晚是你和我哥带领长风镖局。也是多年来第一次正式走镖。今晚有许多人和你一样，彻夜难以入眠。胭脂没来送行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没来送行也好，那样离别的话谁都不用说了。希望你明白，我并不是以嫁人来逼你表明心意。我知道。真的，我是真的打算嫁人算了。彩玉，我不准你再说嫁人这2个字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全都是我不好。以你的个性，你心里肯定放不下胭脂的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像我哥那样，他把喜欢楚楚的那份感情，默默地藏在心里守护着。我也可以把喜欢你。你不用担心胭脂，她留在京城，有风平在照顾她。